我阳了，浑身疼痛，想起妹妹有10盒布洛芬。妹妹很久后才给我回消息，虽然是用你的钱买的，这时候想要回去了。朋友同事都不愿意分你点吗？把钱转给你就是了。且后来她流落街头，求我给她一个住的地方。妹妹经常大姨妈疼，要靠布洛芬止痛。上次吃饭时，她抱怨每个月工资太少，又刚刚交了房租，手头就剩下吃饭的钱了。我说身体重要，你去买吧，钱我给你报销。她立刻去了对面的药店。看着他提出来10盒布洛芬，我扯了扯嘴角，用得着买这么多吗？他笑嘻嘻地耸耸肩，反正我有个好姐姐会给我报销。没想到他囤的布洛芬现在成了香饽饽。我不幸中招，高烧39.4度，浑身疼得像遭受了满清10大酷刑。药店里的布洛芬被抢购一空，网上也没有货，而且这时候快递也不一定能发过来。这时候我想到了妹妹手里的药。我甚至提前想好，要叮嘱她骑电动车过来，不要打车或坐公交，把药放在门口就行，做好防护，避免接触。迷迷糊糊睡了2觉，我才等来妹妹的消息。郑婉莹，不就花了你一点钱，你不会这时候想要回去吧？我要1盒就行。郑婉莹，朋友同事都不愿意分你点吗？虽然我没阳，也得留着以防万一。看到这里，我气得手抖，嘶哑着嗓子语音骂了回去：10盒布洛芬，你留着当饭吃呢？他接着发来好几条语音，声音是一贯的清脆甜美。姐姐，我不像你一个人住，还有2个室友呢，万一他们阳了，我得先给他们吧。把钱转给你就是了。切一笔转账待接收，还给抹了零头。我蜷缩在破旧的出租屋里，感觉自己快死了。郑婉莹比我小7岁，我们家在农村。我中考那年，爸爸妈妈突然在某个晚上吵得很凶，把家里的电视机都给砸了，惊动了睡熟的街坊邻居。郑婉莹吓得嚎啕大哭，我劝不了爸妈，只能抱着妹妹远远躲着。第2天，妈妈就不见了，再也没回来过。用邻居的话说是跑了。爸爸坐在台阶上，猩红着眼睛，无助地望着家里的一片狼藉。爸爸，妈妈去哪里了？郑婉莹扯扯爸爸的衣角。爸爸看到郑婉莹的脸后，神色突然大变，转身从厨房里抄出菜刀就往她身上砍。老子砍了你这个小杂种！郑婉莹惊叫着，连忙躲到我身后。其实我也害怕极了，但我是姐姐，再害怕也得豁出去挡在她身前。我哭着说：“爸爸，别杀我们，妈妈会回来的。”爸爸的神色一下子僵住，手上的菜刀哐当坠地，一把将我抱过去。孩子，你妈去找别人了，以后咱们2个相依为命。还有妹妹，她不是你妹妹。爸爸偏过头去，狠狠对郑婉莹说：“这里不是你的家了，给我滚出去！”郑婉莹被这么一下，哭得更厉害了。我明白了，郑婉莹不是爸爸的女儿，是妈妈跟别的男人的孩子。但她还是我的妹妹啊，她才9岁，什么都不懂，妈妈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她如果被赶出去，根本活不下去。但是爸爸执意不要她，我只好跟妹妹一起走。数9寒天里，雨水夹着雪花落下，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。郑婉莹冻得2腮通红，我只好把外衣脱下来套在她身上，然后抱着她取暖。爸爸出来骂我好几次，我异常执拗，要回一起回，要走一起走。就这样，郑婉莹和我一起回去了。郑婉莹在家里的处境很不好。爸爸不给她交学费，我跪下来求她让妹妹读完初中。爸爸不给她买东西，郑婉莹只能穿我的旧衣服，用我的旧书包。郑婉莹数学不好，我就耐心的一点点的教她。郑婉莹被同学欺负，正好她的班主任是曾经教过我的老师，我就拜托老师多照顾她一下。我把零花钱省下来，偷偷塞给郑婉莹。后来郑婉莹考上县里的高中，爸爸无论如何都不肯给她出学费了。幸好那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。郑婉莹不愿意住在家里，我把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钱全都打到妹妹卡上，硬是让她读完了寄宿制高中，顺利考上大学。我逢人就吹，我培养了一个大学生。因为这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，因为从小长大的情谊，因为她的可怜无助，为她付出竟成了一种习惯。我从没想过她会不会把我对她的好记在心里，将来报答我。姐妹一体，谈什么报答呢？我昏昏沉沉的睡着，以为自己睡了很久，醒来发现天还是亮的，居然才过了2个小时。身上的汗已经濡湿了被褥，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，但是也不想吃，疼得抓狂。每痛一分，对郑婉莹的失望便深一分。不知道如果我就这样死了，她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我暗下决心，以后再也不要对她好了。她不值得，她不配。正想着，接到同事姐姐的电话：“小雨，听说你也阳了呀？我想着你自己住，没人照顾，我家正好有点药，你发个地址，我给你送过去。”半小时后，我拿到了门口的大包裹，退烧药和感冒药各1盒，布洛芬半盒，还有很多水果和速食食品。同事姐姐还特意发消息解释，家里只有2盒布洛芬，我家里人多点，给你半盒别嫌弃哈。我捂在被子里哇大哭。1星期后，我阳康了，顺便减肥8斤。郑婉莹跟能掐会算似的，突然给我发消息：“姐姐，你好了吗？”
我很担心你。我嗤笑一声，没有急着回复。上次聊天记录还停留在我问他借药的那天，整整1星期，他没有关心过我一句。在网上翻，发现基本是我找他的多，跟他分享我的喜怒哀乐，叮嘱他好好照顾自己之类。一般我说好几句，他才嗯一下，或者发个敷衍的表情包。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？就像是舔狗和女神的聊天，而他几乎不主动找我。为数不多的几次找我，分别是要钱，问我要公司发的电影票，以及拼夕夕砍价。很多事早已昭然若揭，而我后知后觉。不知道他这次找我是哪种情况呢？我纯属好奇，敲出一个问号。郑婉莹立马打电话过来了，带着哭腔：姐姐，我们公司要裁员了，要裁撤1半的员工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，现在这经济形势上哪儿找新工作？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？你不是跟我们老板很熟吗？哦，对了，他的工作是我帮忙找的。他的老板原来是我公司的同事，跟我同一个办公室，我帮过他很多忙。去年他辞职出去单干，一直想把我挖走。我不想换工作，多次婉言拒绝。今年郑婉莹毕业，我就把他介绍过去了。我面无表情地听完了郑婉莹的哭诉，缓缓勾起唇角，用惯用的语气温柔道：放心吧，婉莹，我这就给葛老板打电话。电话接通的那刻起，葛老板立马来了顿哭诉，道：说实话呀，你那妹妹实在是不踏实，整天跟同事宣扬她姐跟我是朋友，连部门经理的话都不听。既然你电话打我这里了，我不能不给你面子，你好好说说她。再就是他的工资得降点，现在中小企业难干啊！不用，我打断道，请您一定要辞退他。郑婉莹接到裁员通知后，疯了一样的给我打电话发消息，我电话不接，消息不回，他索性到公司门口堵我。他穿着新买的小短裙和光腿神器，搭配卫衣和长筒靴，看起来天真烂漫。姐姐，你怎么搞的？姓葛的居然把我辞退了，你没跟他说吗？我才工作了半年，现在上哪儿找工作？他冲上来拽我的胳膊，声音太过尖锐，引起了周围很多同事的侧目。我道没说。郑婉莹抓我胳膊的力度松了几分，慢慢变了脸色，质问道：为什么？他不听你的话了？还是你忘了说？我沉默不语。我知道了，你故意没说。他轻笑一声，鄙夷地看着我，嫌我没给你要？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姐姐，你可真小气，这点小事都要记我的仇。郑婉莹，我喊她的全名。你觉得葛老板听我的话，不想想为什么吗？为了你能得到那份工作，我要给他的女儿当1年免费家教，因为他的女儿只听我的话。你的工作是我用1年的业余时间换来的。你下了班在追剧、逛街、看电影的时候，我要耐着性子哄那个不听话的小孩。在我疼得快死的时候，我的同事开车半小时给我送药，而你住的地方骑车过来不到20分钟。现在你扪心自问，配吗？他站在原地久久不动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保安过来道：有话好好说嘛，你看这，他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，以后来了就撵出去。我背着包，头也不回地走进公司。自从不用管那糟心妹妹，生活一下子变得美好起来。我在一家大型上市公司工作，收入可观。前些年要供妹妹读大学，所以才租了小破屋，现在完全有能力租个更好的房子。葛老板不好意思麻烦我当家教了，但人家确实帮过我，我答应教完1年，他也仗义给我家教费。偶尔我也会想起郑婉莹。他毕业后和我在同一城市工作，我一开始想让他跟我住，结果他来我的出租屋转了一圈后，说离他的单位有点远，不如跟新同事一起找房子。我帮他搬家时，发现他简直租了个豪宅。他说：姐姐，这个小区安保系统好，这样你不用担心我的安全啊。再说我们3个一起分担，每人才2000多，他花钱大手大脚，手里存不下钱，不知道他会住在哪里。管他的，爱住哪住哪。自那以后，他再也没联系我。谁知道在2个月后的酒会上，我看到了郑婉莹。这个酒会美其名曰 X， 是板材行业高层交流会，来的多是当地中小企业的老板，大家互相认识，方便将来谈生意。我们公司是世界500强，领导看不上这种花里胡哨的酒会，奈何收了请帖，就让部门王经理和我来走个过场。郑婉莹突然出现的时候，我正在吃慕斯小蛋糕，惊讶的险些把食物蹭到下巴上。她脚踩亮晶晶高跟鞋，身穿酒红色高定长裙，一字领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完美的锁骨，耳饰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摆动，在明亮的灯光下熠熠生辉。被她亲昵挽着胳膊的是个秃了半个脑袋的大肚中年人。我倒吸一口冷气，周老板啊，又换新人了，一个比一个年轻呢。这是我失散多年的闺女，她拍了下郑婉莹的肩膀，来，这是你李叔。郑婉莹笑得乖巧且甜美，主动伸出手，李叔叔好，我叫周婉莹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我再次倒吸一口凉气，脑子嗡嗡的。郑婉莹竟然找到了她的亲生父亲，如果是的话，那么我妈呢？妈妈当年离开家门，不是去找这个男人了吗？我问跟我一起来的王经理，那位周老板是谁？不认识，没见过，华灯初上，觥筹交错。
王经理和我坐的地方非常偏僻，但还是有很多人过来敬酒。我连忙收回思路，扯起笑意跟他们寒暄。刚坐下，一个窈窕身影映入我的眼帘。姐姐，参加这样的场合，你怎么还穿得这么土啊？郑婉莹晃着高脚杯中的红酒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一副名媛的姿态。我还没开口，又听她阴阳怪气道：“我爸说了，今儿来这里的都是老总、大老板，都是在公司里呼风唤雨的人物。你一个打工的，怎么也来这里滥竽充数？”大老板的大字是重音，滥竽充数4个字是一个个蹦出来的，极具羞辱性。王经理正要维护我，我摇摇头，我悠悠的起身，抬手便给了郑婉莹一巴掌，力道十足。她震惊地望着我，被打得还没缓过神来。酒杯的碎裂声引来了周围人的侧目，纷纷凑上前来。你凭什么打我？凭我是你的姐姐。郑婉莹恶狠狠地瞪着我，许多人都看着这边，她觉得面子上过不去，咬了咬发白的唇，声音道：“我现在是 L 公司周振雄周老板的女儿，是堂堂千金大小金，你敢打我？”我又给了她脆生生的一巴掌。郑婉莹，我念出她的全名，厉声道：“我不仅是你的姐姐，我还养你长大，供你读书。如果没有我，你早就无家可归了。现在你攀上有钱的爹，就过来对养你长大的姐姐冷嘲热讽，你扪心自问，是不是欠打？”郑婉莹气急败坏，就要上来跟我动手。我攥住她抬起的手腕，手上一使劲，她穿着高跟鞋站不稳，险些摔倒。我打你，你没资格还手。我说完这话后，冷他一眼，看向那个刚刚过来的那个姓周的男人。郑婉莹刚刚说他叫周振雄，他起先怒不可遏，在得知我和郑婉莹的关系后，有过短暂的惊愕，现在又冲上来要向我兴师问罪。王经理挡在我的身前，有话好说。葛老板也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，带着朋友站到我旁边，意思不言自明。周振雄看我这边人多，不敢贸然动手，质问道：“你们是哪个公司的？”我明白他为什么这么问。今天来这里的都是同行业的大老板，在算账之前，先问好对方什么来头，才能见人下菜碟。这位周老板，我弯唇一笑，一点家事而已，跟公司无关。郑婉莹立刻哭哭啼啼地蹭上去：“爸爸，他打我，嘤是他的标志性夹子音。”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周振雄还真吃这一套，父爱让他又充满力量，隔空指着我的额头道：“我命令你立刻跟我的女儿鞠躬道歉。”我嗤笑一声，冷眼扫过郑婉莹，目光最后落在周振雄身上。首先，我养了郑婉莹10几年，这10几年里，你这位父亲从未出现过。众所周知，父母有养育子女的义务，但是姐姐没有养育妹妹的义务。如果你想插手我和她之间的事，请你先把这么多年我替你养女儿的债结清了。周振雄气得肚子一鼓一鼓的，半天憋出了一句：“婉莹跟我说，你让她穿你剩下的破衣裳，你算什么姐姐？小时候家境贫困，穷人有穷人的过法，你不曾养育过她一天，却过来指责我，未免可笑。”吃瓜群众看到这里时，大概知道我和郑婉莹是同母异父的关系了，开始窃窃私语：“喂，这位周老板是谁？以前怎么没见过？一个暴发户罢了，穿上西装在这里装上流社会的人物呢，就是个流氓地痞。”别人议论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周振雄面子上不好看，偏偏又不敢对他们发作。我靠近2步，对周振雄低声道：“家里的丑事要在这里说吗？”周振雄左右环顾，准备带郑婉莹先离开。郑婉莹急了，挣脱他的手，大喊道：“爸，你干嘛怕他？他就是个农村出来打工的，工作好几年才当上主任，他对你耀武扬威，我们L公司的脸往哪里搁？传出去别人会笑话你窝囊，自己的女儿受欺负了，你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”闭嘴！周振雄对他也没了好脾气。王经理温温润润地开口：“不知这位该称为郑小姐还是周小姐？原来你瞧不起农村人和打工人。你问问在场的这些女士先生们，有多少人是农村出身，又有多少是从打工人做起？他们流过汗，流过泪，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”此话一出，立刻引起了众人的点头附和。王经理继续道：“这个酒会每年都举办，我来过很多次，在场的大多数人我都认识。我以前从未见过你的父亲。周先生，想必你也是今年有了些成就，所以被邀请来的吧？”周振雄疯狂点头，完全没听出王经理的话外之意。王经理的意思是，你个小萌新也敢在这里上蹿下跳。王经理年近50，资历深厚，在行业内的口碑非常好，站在那里就有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。最关键的是，他的背后是世界级大公司。这个酒会把大家凑在一起，是为了彼此交流心得，促进公司的发展和行业的进步，不是攀比炫富和耀武扬威的地方。对，王经理说得好。周振雄的脸黑一阵白一阵。王经理举起杯子，带着我面向众人：“各位同仁，郑微雨是我的同事，也是我工作上最大的帮手，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。”葛老板也端起酒杯，笑呵呵道：“不瞒大家说，我以前也是打工的，就在王经理手下。”旁人朝葛老板竖起大拇指：“500强大企业就是不一样，培养出的员工都能独当一面，这里已经成了我们的主场。”郑婉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他那老总爸爸拉走了。
我特意从网上查了周振雄经营的公司，注册时间居然是2个月之前。但我的同事们都神通广大，很快就打听出来了。他以前干过劳务工，后来干黄牛，手底下人挺多。前阵子听说倒手什么东西，大发了一笔横财。你说周振雄啊，一个暴发户罢了，为了挤入所谓的上流社会，硬是注册了个空壳公司，就觉得自己是大老板了。但我想知道的远远不是这些。怀着一丝期意，我问他的妻子是谁。这个周振雄私生活很乱，他妻子早早跟他离婚了，他没再找，但身边的女人没断过。我索性打电话问郑婉莹。郑婉莹阴森森地笑了一声，又笑了一声，然后就挂了。于是我去问郑婉莹的室友，他们住在一起半年，兴许能知道些。汤敏惊讶地看着我，郑婉莹的父亲找了个很年轻的女人，你不知道？我摇头。听汤敏娓娓道来，听婉莹说，他大2的时候找到了亲生父亲，他爸让他回家住，但是家里有个女的，那女的看他不顺眼，每次闹矛盾，他爸都站在那个女的那边，气得他再也不回去了。不过他爸每年都给他打学费和生活费，还算有点良心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双手抖得厉害。郑婉莹从来都没跟我说过，他大2的时候就已经跟亲生父亲相认了，而且我还照旧打给他学费和生活费。他一边拿着亲生父亲的钱，一边拿着我的钱，还每天跟我哭穷卖惨。我平复了下心情，说我没事，小敏，你继续讲。刚来工作的时候，他一开始想回家住，但是他爸爸刚刚跟那个女的结婚了，他一气之下又跑出来了。他嫌弃你那里太简陋，要求租大房子。我说我们哪有这么多钱啊？他说他可以多出钱，反正没钱了就问姐姐要。前几天公司把他裁了，他回来哭了好几顿。汤敏不好意思地看看我，我替他补充，还骂我，对吗？后来他交不起房租就走了，连卧室客厅里的垃圾都不收走，好脏的。我再次对他为人刷新了认知。随后汤敏不好意思地开口，所以姐姐，郑婉莹最后欠的那2个月房租，你能帮他交上吗？房东一直催我打他电话，他拉黑我了。郑婉莹的父亲约我私下见面，我犹豫几番后选了朋友开的牛排店，各自坐下后谁也没有先说客套话，我决定开门见山。我妈，婉莹的妈妈同时开口，竟然是为同一件事而来。婉莹那时候太小，记不清了，所以我才来问你，她妈妈去哪了？周振雄倚在椅背上，显得他的身形更加臃肿，语气充满了不善，就像在质问我。原来妈妈当年没有去找你。我轻抚脑袋，叹了口气，然后望向窗外。对妈妈的感情是复杂的，我恨她当年做出那样的事，恨她抛下我们，但我又希望再见到她。周振雄知道从我这里问不出什么，也不甚在意，稍微正了正身子，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势，看得出你的教养也实在不怎么样。我念你是婉莹的姐姐，那天的事先不跟你计较，但是你从小虐待婉莹，还当众侮辱她，我今天在这儿就把话说明白了。婉莹以后跟着我姓周，我是她的亲爸爸，你以后要想再欺负她，先想一想。他手肘杵在桌子上，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他好像真的很拿自己当个东西。我嗤笑一声，摇摇头，我不想跟你斗嘴，成年人耍嘴皮子功夫没意思。我从包里翻出东西，摆在桌面上，这是我的记账本，先前的我就不计较了，我从大学开始记的账，上面有给郑婉莹花的钱。周振雄大体翻了后面几页，随手往桌子上一扔，嘲笑道，你可真会讹人。我找到婉莹的时候，她已经读大2了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。她说家里连1分钱都没给她，她的学费、生活费全是我交的。家里连1分钱都没给他，我把他的话重复一遍。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我提前从银行打的流水账单，每一笔都有备注。生活费每个月2000，学费1学期6500，偶尔多发了奖金，还会多给他打一些。周振雄看来看去，似乎不可置信，眉头紧皱。他甚至打开手机银行，从转账记录里找到周婉莹的名字，核对了他的银行卡号。银行的账单哪能做得了假？他明白了什么，脸色渐渐垮下来，再也做不出刚才那般耀武扬威的架势。他跟我说没钱，他怎么还？我笑道，反正钱都是你女儿花了的。现在周婉莹已经认祖归宗，周老板你在商场上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不会连这点钱都不想帮他还我吧？不是，他有些不可置信，你问我要钱？对呀，我答得理所当然。你是他姐姐，你帮他出点钱怎么了？我现在不是他姐姐了，我打断道，我叫郑微雨，她叫周婉莹。周老板，你不会白想捡一个便宜闺女吧？虽然你们有血缘，但在法律上她还是我爸的女儿。如果你想让她名正言顺的话，我建议还是……我弯唇一笑，出点钱。周老板，您慢慢考虑。我一口气说完，起身拢了拢头发，喊道：“服务员，他结账。”老爸知道这事后，气得差点把碗摔了。我把碗救下，劝道：“反正你本来就不认他，现在我也不认了，就当便宜卖了吧。”说完，我才意识到，对于周婉莹，我竟然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话。周振雄老来无子无女，同意出30万，让周婉莹认祖归宗。我爸配合去办了手续，要不是我使劲拉着他，险些又要跟周振雄打起来。
周婉莹站在一旁趾高气扬地看着，工作人员把红色印章盖上后，她激动地一把将资料抢过去，开心地险些跳起来。爸爸，我终于正式成为您的女儿了，依然是夹子音，顺带扑上去给周振雄一个亲情么么哒。我爸冷哼一声，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多待。他这些年虽然对周婉莹有膈应，但毕竟养了这么多年，感情不能说一点都没有。让他去办这个手续，还要承认自己当年被戴绿帽子，心理压力可想而知。而我实在是被周婉莹伤透了，既然被辜负得彻底，我就不会再苦苦挽留那并不存在的姐妹亲情，而是拿出足够的理智来计算利益。30万顺利打到我的账上，我用它来付首付买了套房子，让爸爸住进去，贷款我还。我的好只对值得的人。还有那位给我送药的同事姐姐，之前和她逛商场时，她看上一件裙子，嫌贵没有买，我正好记得她的尺码，决定买下来送给她。没想到准备结账时，又遇见了周婉莹。她从试衣间里出来，穿着店里的新裙子，扯了扯嘴角：“姐姐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家店的衣服价格4位数起步，你要是买不起的话，建议别给服务员添麻烦哦。”服务员忙对我道：“不麻烦，不麻烦。”接着看向沙发上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裙子，为难地看向周婉莹：“这位女士，你已经试了这么多件了，有合适的吗？”“什么意思啊你？有你这么当服务员的吗？”周婉莹踩着高跟鞋差点摔倒，站正后两手抱胸：“你什么服务态度？把你们老板叫来！”外面传来一个年轻男声：“婉莹，怎么了？”周婉莹当场表演了个1分钟变脸，娇滴滴地扑到小帅哥的怀里：“凯凯，这里的服务员态度好差，他们说我买不起，你快帮我全买下来，好不好啊？”这些人家都好喜欢。小帅哥顺着他的方向看过去，不禁抽了抽嘴角：“裙子不都一样，要买这么多吗？”周婉莹正要跺脚闹小脾气，发现我也在看着她的男朋友，怒道：“盯着别人的男朋友看什么看？要不要脸？凯凯，你看这个女的。”凯凯，钟凯赶紧挣开周婉莹的手，对我笑道：“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真巧。他不是我弟。钟凯是个富二代，他爸爸开的公司跟我们有业务往来，我们公司是他们最大的客户，而且这块业务就是我负责的，所以他见了我就喊一声姐。刚找的女朋友。”我别有深意的笑笑，眼光不错。姐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婉莹，快过来道歉。周婉莹煞白着脸站在原地不动，我懒得搭理她，结完账后就离开。钟凯以为我生气了，抛下女朋友连忙追上来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姐，您千万别生气，回去我就跟他分手，千万别影响咱们的合作。他不是恋爱脑富二代，知道自家公司赚钱才是最大的底气。周婉莹对他来说并没有很重要，工作是工作，跟你的私人生活没关系，不用放在心上。”“哎，好，谢谢姐。”我眯起眼睛，不解地问：“不过你喜欢他什么？”钟凯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说：“他声音很好听，萌萌的。”好吧。自那以后，我和周婉莹再也没见过，所有联系方式互相拉黑。只是偶然听同事聊起：“小雨，上次你和王经理在酒会上遇见的那个暴发户，听说进局子了。”卧槽！刘振雄利用注册的空壳公司非法集资，构成经济犯罪，被判刑15年。家里的房子被他刚刚娶的漂亮老婆卖了，连夜携款跑路。我随即想到了那个以认回亲爹为荣的妹妹，不知她现在是怎样的处境。不久后，我见到钟凯，他说：“姐，我已经跟周婉莹分手了。他爸犯了那样的事，这样的女人我可不敢娶，将来后代都会受影响的。”他呢？不知道啊。嗨，都分手了，我管他干什么？我爸打来电话说周婉莹找上门，哭着给爸爸跪下，想要重新回到这个家，最后被我爸用大扫帚赶了出去。没几天，我又接到汤敏的电话，他说郑婉莹居然有脸回来，想继续跟我们一起住。我道：“他叫周婉莹，就连我的大学好友袁海宁也联系我。微雨呀，你妹妹的微信账号是不是被盗了？他居然跟我借钱。”我心想这事儿不对呀，他如果真遇到什么麻烦，肯定是找相熟的人帮忙。我无奈地笑了。海宁啊，他可能真是问你借钱啊。电话那头的人都觉得离谱。周婉莹认识我的大学同学，这事儿要从几年前说起。她大2的时候换校区，要搬宿舍，学校准备的货车不够用。海宁的家就在那个城市，我跟海宁提了一句，海宁二话不说，立刻带着男朋友开车去帮周婉莹搬宿舍。我提前给周婉莹赚了600块钱，说请人吃个饭，好好谢谢人家。搬完以后，周婉莹也不客气，说能不能帮室友也搬了。海宁为人仗义，说行。他们宿舍的东西贼多，2个校区之间距离远，开车来回跑了4趟。海宁和男朋友生生忙了一整天，累得腰酸背痛。我知道后批评周婉莹，你可以帮室友的忙，但是不该要求别人也帮忙。如果去的是我也就罢了。他反问我，难道我要放着室友不管吗？你让室友怎么看待我？确实也是这样，我只是觉得太麻烦海宁。海宁也没计较，说咱们是最好的朋友，你妹妹就是我妹妹，不用见外。半年前海宁结婚，给我和周婉莹都发了请柬。海宁私下嘱咐我，妹妹才刚刚参加工作，不用随礼，我只收你的礼钱就好了。妹妹陪着你一起来，
省得你落单。我问周婉莹，她却只回了2个字：不去。为什么？她只说不用随份子，来回高铁票还得花钱吧？我哪有那么多钱？再说请假会扣我工资，但我肯定会在心里送上祝福的。姐姐，人家以前帮过我，你得多随点份子吧。最后我独自去参加了海宁的婚礼。其实自从那事以后，我就发现周婉莹很不懂事，很长时间没有搭理她。后来我想，她毕竟小我几岁，为人处事还不够成熟，工作后会慢慢长大的。直到像借她布洛芬，我才对她彻底失望。她岂止不懂事，她自私自利，忘恩负义。海宁听我絮叨了这些事后，一阵大无语。我说，周婉莹现在众叛亲离，举目无亲，但我真没想到她会厚着脸皮问你借钱。你除了帮她搬宿舍，你们一起吃过饭，应该没别的交集了吧？海宁诧异道：我们没有吃过饭啊。我奇道：你帮她搬宿舍那次，我给她发了600块钱红包，让她请你吃饭，没有吗？没有吃饭。海宁非常肯定地说，那天后，周婉莹请我喝了杯蜜雪冰城柠檬水。我索性发了朋友圈，本人与周婉莹已于某年某月某日正式断绝关系，如遇到打着我的名义借钱等情况，请勿上当受骗。周婉莹没有出路，最终还是找到了我这里。她的神色憔悴很多，但还是精心化了妆容，打扮得像丝毫没有被父亲连累的小公主。她好言认错，苦苦相求。她说手里已经没几个钱了，再这样下去会被房东赶出来，能不能搬来跟我一起住？房子破点也没关系。我道，我佛不渡蠢人似的，她不仅坏，而且蠢。当一个人把自私自利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，搞得周围所有人都厌弃了他，他还在为得到的那点小利益沾沾自喜，实际上是自断后路。周婉莹见我迟迟不为所动，索性变了脸色。她叫我的全名郑微雨，你从小就过得比我好，我已经可怜成这样了，你都不帮我吗？你真是铁石心肠。我和你一起长大，爸爸疼你爱你，他却总是看我不顺眼，把坏脾气都发泄到我身上。他说着说着便哭了。你有新衣服穿，我没有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新衣服穿旧了，等我穿得上的时候，早就过时了。我从小就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，所以到了大学，我把你打给我的钱全部挥霍了，哈哈哈！什么贵我就买什么，富二代是有买得起的衣服，我也通通都要买了。他一边哭一边笑，状若癫痫。在这种不平衡的对待中长大，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，甚至扭曲。全是他的错吗？也不尽然。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亲生父亲，以为好日子就要来了，没想到他家里还有个女人，那就是个恶毒的绿茶，表面柔弱小白花，背后耍阴招，给我下套子。周振雄特别相信他，每次都骂我，逼得我只能搬出去住。我不禁笑道，那不就是高配版的你吗？你的修为还不够，得练练。他对我的嘲笑不以为意，狠狠擦了一把眼泪。但是后来被姐姐害得没了工作，我还是回去了，那个女人也没逗过我。是吗？怎么听说房子都被他卖了？我不客气的给他伤口上撒一把盐。他的脸红了又白，准备给自己找找场子。姐姐，之前我去你住的房子，看见你住的那么差，我这心里才平衡了一点点。天底下的好事不能总轮到你，对吧？我又给了他一巴掌，没用多少劲，只是想让他清醒些。周婉莹，我从来没有任何对不起你。你的苦是来自于妈妈的错，来自于周振雄的错。小时候你不明白，我以为你长大后会理解爸爸，设身处地想一下，让你养自己的伴侣跟别人生的孩子，你乐意吗？小时候你被爸爸赶出去，我陪着你在外面挨饿受冻，坚决跟你同进同退。我望向远处，心中寒凉。没想到长大后，我疼得生不如死的时候，你连1粒布洛芬都不舍得给我。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在包里一通翻，心虚地捧到我面子。我拿来了好几盒，我愣了一瞬，继而笑了。迟来的布洛芬，就像夏天的棉袄，冬天的风扇，迟到的亲情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没有原谅周婉莹，只听说她频繁换男朋友，每个都不欢而散。很久之后，我请闺蜜们在我的新房子里做客，点了奢华美食套餐和鸡尾酒。外卖送到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说：“麻烦给个好评，谢谢。”4道目光交汇，周婉莹的目光躲了又躲，最后心虚地看我一眼，道：“能不能别给我差评？”她逃荒似的离去。我锁好门，看向我的闺蜜团们、姐妹们，今晚不醉不归。亲人是上天的安排，朋友是我自己选的，但是最终留在身边的一定是重要的人。余生只想把有限的爱放在值得的人身上。